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总有朋友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探测和开发月球，在月球上建立基地，真的划算吗？我一直在想，怎么能用一种更为大家所理解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在做直播读评的时候，和大家聊起了刘慈欣的小说《三体》。我突然想起，既然我的很多观众朋友对《三体》里的情节耳熟能详，那我不妨就从《三体》里的太空舰队开始，向大家来解释这个问题。在小说《三体》里，刘慈欣设想，未来的太空舰队的主要动力来源是核聚变。关于这一点，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了。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去年科技界的几条重要的新闻里，有一条就是美国的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第一次在实验中实现了可控核聚变的能量输出大于能量输入。这个实验室就是我在我的那期浅谈核动力航天器的节目里也曾经提到过的那个搞出最小的核反应堆的实验室。这次它又在世界上第一次实现了可控核聚变的能量净收益，意义可谓极其巨大。它就意味着可控核聚变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可控核聚变开始具有了实用价值。听到这儿，也许有朋友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国家和研究机构都在进行可控核聚变方面的研究吗？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成功地进行了可控核聚变实验。为什么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这次实验就这么重要呢？大家要知道，想要发生核聚变，需要使核聚变材料处于高温、高压的环境，而高压环境也可以通过高温来实现。因此，从本质上讲，为了实现核聚变，就需要把核聚变材料的温度加热到几百万甚至是上亿摄氏度。现在问题来了，目前我们所知的一切材料都不能承受这么高的温度，因此在现实中，我们根本做不出一件食物容器来盛放这些高温的核聚变材料。那么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托卡马克装置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它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核聚变解决方案。托卡马克装置是利用强大的磁场把核聚变材料约束在空中，然后再利用电磁波、微波甚至是激光对这些被磁场约束在空中的核聚变材料进行加热，从而引发核聚变。但是不管是运行托卡马克装置，还是用电磁波、微波甚至是激光来加热核材料，都需要消耗大量的电能。以前各个研究机构进行的可控核聚变实验，虽然能在聚变的过程中获得能量，但所获得的能量并不足以抵消维持托卡马克装置和加热设备运行所消耗的能量，是入不敷出。因此，以前的这些核聚变实验仅仅能积累有关的数据，并不具备实用价值。而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这次实验实现了能量的净收益，人们完全可以利用核聚变产生出来的能量来维持核聚变的持续进行，使可控核聚变投入实用成为可能。下一步就是如何将其工程化的事儿了。想要把可控核聚变工程化，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可控核聚变是否具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如果有，这个市场规模又会有多大？毕竟庞大的市场需求才是一项技术能够得到广泛应用的关键。下面就让我们以发电为例，来向大家说明这个问题。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每年的发电量大约是3×10的13次方千瓦时，在这其中包括了全部的火电、核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潮汐电以及所有其他方法发出来的电能。如果这些电全部来自于煤电，大概需要8.5亿吨标准煤，价值大约是1000亿美元。如果这些电全部来自于石油发电，大约需要消耗6.2亿吨石油，价值大约是4000亿美元。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石油发电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如果这些电全部用铀235裂变来进行发电，大约需要200万吨的浓度为30%到40%的铀235，
价值大约是240亿美元。但如果我们以氦三作为核聚变材料来发电，则仅仅需要100吨氦三就够了。问题来了，这100吨氦三到底需要多少钱呢？最经济的方法当然是在地球上开采氦三来满足要求了。可惜的是，在地球上氦三的资源非常贫瘠。根据科学家估计，地球上的氦三储量大约只有500吨，根本无法满足地球的需求。但在月球上就不一样了，和地球相比，月球上氦三的储量十分丰富，大约有100万吨。如果按照每年100吨计算，月球上的氦三够地球用1万年。更令人欣喜的是，月球上的氦三几乎全部存储在月球的表面，非常容易开采。看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月球上的氦三的储量这么丰富，还都在月表，而地球上的氦三又这么稀少呢？原来，在太阳系内所有的氦三全部来自于太阳的核聚变。太阳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太阳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氢的聚变反应。氢原子聚变后变成氘，氘与氢再次聚变就生成了氦三。有一部分氦三随同太阳风从太阳向整个太阳系扩散。这种现象从太阳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持续的进行，到现在已经有46亿年了，未来还将继续50亿年。由于地球有磁场和大气层的保护，随同太阳风飞到地球附近的氦三很难抵达地表，它们一般会在地球磁场的作用下，沿着磁力线向地球南北2个磁极汇集。同时，又由于氦三的密度很小，在抵达南北磁极附近之后，氦三就在南北磁极上空向太空逸散了。因此，地球上的氦三就非常稀少。而月球上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月球没有磁场和大气，太阳风里的氦三可以轻松地直抵月球的表面，暂时停留在月壤中。同时，月球又经常会遭受到陨石的撞击，撞击形成的高温会融化月壤里的二氧化硅，形成微小的玻璃珠，而那些原本停留在月壤中的氦三就被这些二氧化硅玻璃珠所包裹，在月表存留了下来。前段时间有消息报道，在嫦娥5号月球探测器返回舱带回的月壤中，人们就发现了玻璃珠和氦三。月球上氦三的储量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因为月球上氦三的这种存储方式，决定了在月球上开采氦三将会比较容易。人们只需要采集月表的月壤，再把氦三分离出来就可以了。这可能并不比在月球上烧砖更难。解决了储量和开采的问题，那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运输的问题。我们知道 NASA 已经选定星舰作为未来重返月球的阿特米斯3和阿特米斯4任务的载人月球着陆器 HLS， 而且按照马斯克的计划，星舰还是被计划用来实现他殖民火星梦想的星际飞船。与以往的星际飞船的使用方法不同，星舰从地球上发射进入轨道之后，并不像其他的星际飞船那样直接利用自己从地球上带来的那点推进剂飞向外星。星舰具备在轨推进剂补充能力，它可以在近地轨道上等待着其他航天器为它补充推进剂，然后再携带着满箱的推进剂飞向外星。因而星舰具有更大的星际载荷运输能力。根据 SpaceX 的说法，未来投入商业运营的星舰 3.0 运载能力将达到甚至超过150吨。考虑到月球表面的引力只有地球表面的1/6，星舰从月球返回地球时的运载能力将远远超过 SpaceX 所说的150吨。按照这样计算，只需要星舰的一次往返就能完成从月球运100吨氦三返回地球的任务。根据咱们前面所做的成本分析，即使按照成本最低的核裂变发电来算，只需要星舰一次往返地月之间的费用低于200亿美元，从月球运100吨氦三回地球就是划算的。从目前星舰的状态来看， SpaceX 在星舰项目上的总投入可能还不到200亿美元，却已经成功地进行了6次试验性飞行。
星舰真正投入商业运营之后，一次往返地月之间显然是用不了200亿美元，估计甚至连10亿美元都不到。由此看来，从月球运氦3回地球是相当划算的。以上种种都在说明2点：第一是只要实现了可控核聚变这个理论突破，工程化应该不成问题。第二就是人类重返月球的脚步有必要加快了，不要等到可控核聚变已经完全工程化了，人类开采月球氦3的计划还遥遥无期。根据阿特米斯计划的时间表， NASA 大约会在2030年左右在月球建立第一个由宇航员驻守的基地。之所以这么安排，尽早勘探和开发月球上的氦3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现在在月球上存在着水的证据越来越多，一旦真的在月球上找到水，建立和维持月球基地运营所需的成本必然会大幅降低，维持基地在月球上的长期运行也不再是天方夜谭。到那个时候， NASA 会和其他参与阿特米斯计划的伙伴一起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开展探测和开发，这将使所有参与阿特米斯计划的国家和组织从中获益。我一直觉得现在早就不是大航海时代了，如果说在那个时代对新世界的探索还讲究独来独往的话，现在对外星新世界的勘探和开发绝对需要全球最尖端科技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的效率。大航海时代的独来独往是与当时的科技、交通和商业都不够发达密切相关的，而在科技进步、交通发达、商业繁荣的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越来越深。在航天领域，美国着重发展运载火箭和宇宙飞船，比如星舰、猎户座飞船；加拿大则重点发展灵巧的机械臂，比如现在的国际空间站、未来的国际商业空间站和月球门户空间站上的机械臂都来自加拿大。日本决心把航天工作的重点放在对航天器的精确控制上，比如小行星上的采样返回，在外星上的精确着陆。目前日本的月球着陆器已经能把着陆精度提高到100米以内，相比之下，嫦娥的着陆精度是公里级的。而欧洲则把工作重点放在精密的太空实验设备和深空探测器上。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欧罗巴快船木卫2探测器上都安装了大量产自欧洲的精密探测设备。如果你认为集全球先进科技于一体是大型民航客机、人工智能这类的高科技产品能够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在月球上的探测和开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大航海时代，闭门造车也许还能成功，在现在是绝对成功不了的。所以如果真的想在未来月球探测和开发中处于不败之地，广泛的国际合作是必经之路。好，关于月球上开采氦3，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完之后有什么想法或者是看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